同学们，除了你的家人和老师之外，还有一类人在你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，他们就是朋友。我们今天要送给你的礼物就和朋友有关。俗话说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再好的朋友总会有分别的时候。咱们今天送别朋友的姿势是什么呢？聚个会，拍个照，想念的时候呢，打个电话，视个频，可谓脚步远在天涯，音容近在咫尺啊。而唐朝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科技，除了折柳送别，朋友间还有一件超级重要的事情要做，那就是写诗啦。通过这些送别诗，我们发现古人的送别姿势也不一定都是我们想象中的哭哭啼啼。你看，天才少年王勃就把送别写得相当潇洒。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哎，你知道吗？除了潇洒之外，诗人们还能把送别写出自恋、豪迈、唯美、夸张的感觉。不得不说，我们的大唐诗666啊！最自恋的送别。设想一下，我们现在人送别都会嘱咐朋友什么呢？哎，路上小心啊，到了报个平安啊，见到亲朋好友替我问声好啊。可王昌龄呢，他才不这样呢。他对好朋友辛渐说：你到了洛阳之后，如有亲友问起我，一定要告诉他们，我的心像玉壶一样纯洁无瑕呀。What？ 哥们儿，不是说好送我的吗？怎么这么自恋呢？哎，不信您就请看《芙蓉楼送辛渐》。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这是写诗时已经44岁的那个大叔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他写这首诗啊，表面很自恋，但其实呢，很心酸。王昌龄是一个非常有才华、非常有理想的人，但是因为被误解，他被贬官到了一个小县城里。他送朋友，一方面依依不舍，一方面呢也是心有不甘。他要向亲友、向整个世界宣告，我是清白的。能在你的面前倾诉内心烦恼的朋友，你可一定要珍惜，因为他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了你呀。最豪迈的送别。一提起豪迈这2个字，你想到的是什么呢？在朋友肩上来一拳，说声一路顺风，还是拿起大酒碗，哐的碰一下，溅得酒花四射，说一声干。如果你只想到了这些，不得不说，吃得太好，限制了你的想象力呀。可高适的豪迈完全不是这样的。咱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他的诗《别董大》。董大呢，本名董庭兰，是当时非常著名的音乐家。高适和董大是老朋友了，久别重逢，经过了短暂的相聚之后呢，又要天各一方。他们分别的时候，天空中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，董大弹着他的七弦琴，有一丝淡淡的哀伤。然而高适却微笑着对他说：嗨，别难过，不要担心前路茫茫没有知己，普天下有谁不认识你呢？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
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？其实啊，高适写这首诗的时候，正处在非常困顿的境遇当中。这世界上有一种朋友，他自己的内心非常的痛苦，但却在你面前谈笑风生，怕你难过。这种朋友遇到了就是你的福气，可一定要珍惜呀。最唯美的送别。边塞是一个见证战争的地方，也是一个经常送别的地方。岑参有一个姓武的判官朋友要回京城长安了，他们送别的地点呢，在轮台，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附近，离长安啊大约是2500多公里。现在要是坐动车，大概需要25个小时，坐飞机呢只需要3个半小时。可按照当时的条件，要走多久？你能猜到吗？至少要走1年。岑参和朋友在这苦寒之地抱团取暖，互相关心，彼此照顾。如今朋友要离开了，只剩下岑参孤零零的一个人了，那还不得泪飞顿作倾盆雨呀？可是岑参送别的时候，既不悲叹路途遥远，也不哀伤孤苦伶仃，而是为我们呈现了史上最唯美的一场送别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。北风卷地白草折，胡天8月即飞雪。连营帐外旗杆上的红旗都被冻得硬邦邦的，不会飘扬了。可岑参呢，硬是对朋友说：“你看，这雪花像不像忽然间春天来了，绽放了一束一束的梨花呀？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朋友一定瞬间觉得心里像春天般的温暖呀！哎，如果是现在，没准还得拍张照片放到电脑上当桌面壁纸呢。时时刻刻把你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，把你的忧伤当作自己的忧伤的朋友，是多么的难得呀！可一定要珍惜呀！最夸张的送别。要说能把送别送出夸张感觉的，放在今天唯有戏精了。那还不得在朋友圈里各种晒呀，晒聚会大餐，晒美颜自拍，甚至再晒上一段涕泗横流的小咖秀。但是再怎么戏精，可都没有李白那个朋友汪伦那么夸张。李白坐船要走了，汪伦呢，在岸上是又唱又跳的去送。嘿，李白呢，居然也非常配合。我们来看看这首《赠汪伦》。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哎呦，我说李白呀，如果这要是在海边，你会不会写朋友真情比海深？一个人要是多么的幸运，才能碰到和你一起疯、一起闹、一起各种发神经的朋友啊！遇到了，一定要珍惜呀！今天送给大家的礼物就是珍惜友谊。有了一份情谊，即使是分离，心中也会倍感温暖。愿你拥有一份真诚的友情，并成为你人生中最美好的